小时候，我们都在课本里读到过一个地方，书上写着那里有五彩斑斓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和森林，美得像雾闯进了童话。我们对着那几行签字发呆，脑子里拼命想象，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蓝，什么样的绿，是不是真的像书上说的那样，一眼望不到底？心里还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个地方真的存在吗？它到底有多美？我这辈子会不会有机会亲眼看一次？谭松韵也是这样长大的。他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离九寨沟不算太远的地方。小时候翻开课本，看到与 quote 九寨沟与 quote 3个字配着照片，他心里冒出的第一反应，跟我们所有人一样，那么美，那么远，会不会这辈子都去不了？那时候的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不仅会亲眼看到这片水，还会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份感动分享给成千上万的人。但他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真的站在了那片水边。而他也没有想到，从那一刻起，他会用一段特别真诚的文字，告诉所有人，课本里的想象和眼前的真实究竟差了多少。说真的，谭松韵这些年走过的路，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长，也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不容易。他11岁就进了四川省舞蹈学校，学古典舞，学民间舞。那时候的他，每天对着镜子练身段，压腿、下腰，一遍遍重复动作，大概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站在镜头前，被那么多人认识。直到2005年，他第一次接触表演，才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也许会走上另一条路。2007年，他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从四川到北京，从舞蹈教室到摄影棚，他把家乡留在了身后，却也把家乡的记忆一直带在身边。那种潮湿的空气，那种山里长大的孩子才懂得对自然的亲近感，还有小时候课本里那个始终没去过的九寨沟。2012年，他在《甄嬛传》里演了纯贵人，第一次被更多人记住他的脸。2016年，一部《最好的我们》让他拿下了年度最具潜力演员。那部剧里他演得耿耿、青涩、倔强，又带着点小孩子气的执拗，让很多观众第一次记住了与 quote 谭松韵与 quote 这个名字。再往后，《狐狸的夏天》、《浪花一朵朵》、《锦衣之下》、以家人之名，一部接一部，他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川妹子，变成了观众心里与 quote 演什么像什么与 quote 的谭松韵。2019年，他入选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那一年，他29岁，已经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10几年，从学舞蹈的小女孩走到了聚光灯下。而就在这条越走越远的路上，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件小事，那本课本，那几行关于九寨沟的文字，那个他从没去过的地方。工作越来越忙，行程排得越来越满，那份小小的藏在心底的向往，也被一年又一年的往后推。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停下来，真的去了。如果你也觉得长大后重新遇见小时候念念不忘的地方是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段故事。谭松韵后来在分享里写道，小时候在课本里读到那些名山大川，总觉得那个地方遥远的不真实，只能一边读一边幻想，然后带着这份想象慢慢长大。直到后来，他真正用自己的眼睛看过了那么多风景，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就好像多年前读到的那些文字，此刻正实实在在地出现在眼前。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人心里都有过却说不清楚的感受。我们小时候读课本，读到的从来不只是知识，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模糊的、遥远的、只存在于想象里的世界。而长大以后，当我们真的站在那个地方，看着那片水、那座山，脑子里会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原来它真的在这里，原来它一直在等我们长大。九寨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翠海、蝶瀑、彩林、雪峰、藏情，这些词写在课本上是干巴巴的形容词，可只有真正站在现场，你才会发现，它们原来是真实存在的颜色，是真实流动的水声，是风吹过树林时那种带着水汽的清凉。湖水不是与 quote 蓝与 quote 这么简单，它是一种会随光线变化的层层叠叠的蓝绿色，像有人打翻了调色盘，又刚好收拾的恰到好处。阳光照下来的时候，水底的枯木、石头，
甚至游动的鱼都看得清清楚楚，好像整片湖没有一点秘密，坦荡的让人心里也跟着安静下来。再往深处走，是层层叠叠的瀑布，水声哗哗的响，撞在石头上溅起细密的水雾，站得近一点，脸上都是凉丝丝的。秋天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树叶变成金黄、橙红，倒映在水里，整片山谷像是被打翻的颜料泼过一样，怎么拍都拍不够。谭松韵说，九寨沟的美真的很值得亲自去体验一次，他欢迎所有人去看看这个从课本走出来的地方。而这句话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个在外闯荡多年的四川姑娘，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到了家乡的怀抱里，用成年人的眼睛重新看了一遍小时候只敢想象的风景。那种感觉大概就像跟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既熟悉又陌生，既恍如隔世，又亲切的像从没分开过。评论区告诉我，你小时候课本里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一直想亲眼看看的？有意思的是，2026年，谭松韵主演的电视剧《我的山与海》正在央视热播，收视率一路领跑，成为这半年央视8套收视最高的剧集，也是她演艺生涯里少见的独自挑大梁的一部作品。她在剧里演的方婉是一个从西南山区走出来的姑娘，带着山里孩子特有的倔强和纯粹，一步步走向更大的世界。戏里戏外好像有一种说不清的呼应。一个从四川走出去的女孩，演着一个从山区走出去的女孩，一个曾经只在课本里想象远方的人，如今真的站在了远方，又转身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也许这就是成长最珍贵的地方。小时候，我们隔着一页纸想象世界；长大后，我们用脚步把想象一点一点走成了现实。而九寨沟之于谭松韵，或许早已不只是一个景点，而是他整个成长轨迹的一个隐喻，从想象到抵达，再到懂得。谭松韵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那些藏在课本里、藏在心里很多年的向往，从来都不是白想的。他们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生活忙碌而褪色，而是像一颗种子，静静埋藏在心底，在未来某一天悄悄发芽。当机会来临，当你终于拥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他们便会化作现实，成为人生最珍贵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梦想离自己太远，于是慢慢学会了妥协，也渐渐忘记了曾经那个充满期待的自己。但谭松韵的故事提醒了我们，只要心里的热爱没有熄灭，那份向往就始终在那里，等待与你重逢。真正值得期待的人生，不是没有遗憾，而是在岁月流转之后，依然能够完成那些年少时许下的心愿。如果这个故事也让你想起了自己心里那个一直想去却还没去的地方，那么不妨把它重新放回自己的计划里。也许它是一座城市，一片海，一座雪山，又或者只是一个小时候曾经无比向往的角落。不要轻易放弃那些看似遥远的梦想，因为人生最动人的时刻，往往不是梦想诞生的那一天，而是你终于站在梦想面前，轻轻对自己说一句：我终于来了。如果你也相信梦想终究会在坚持中抵达，欢迎在评论区分享那个你最想去的地方，也别忘了点个关注。未来我们还会一起走进更多故事，寻找更多关于成长、梦想与治愈的力量。我们下期见。